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不谈商业策略，也不聊科技趋势，我们要做一件更酷的事，我们要跟着一支探勘队的脚步，深入台湾花莲的山区，去解构一座正在崩塌中的山脉。没错，这是一场深入马太安溪巨大崩塌地的远征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拆解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正在撕裂这片我们以为坚实的土地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核心。探勘队员在现场说的这句话，就是我们这次分析的起点。你注意听，这句话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是活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眼前所见的，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灾后疤痕，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慢慢研究的历史遗迹。不，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、正在呼吸的地质事件现场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理解，这背后运作的强大力量究竟是什么？是什么让这座山活了过来？要理解一座山的现在，我们必须先回望它的过去。而这座山的过去，其实深深地烙印着人类的野心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人类的足迹可能在这片山坡上纵横交错的。这趟探勘的起点其实非常特别，队伍是沿着一条历史悠久的伐木铁道，也就是林田山铁道的遗迹前进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几十年前，这个由铁轨和索道组成的庞大网络，就像是这座山的动脉，把深山里头最珍贵的木材源源不绝地运往平地。那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命脉。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，也就是山脉其实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轴。第一种是我们人类的时间轴，你看，从1939年伐木作业开始到1987年结束，前后不过半个世纪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产业的兴衰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了，对吧？但相对于决定这座山脉真实样貌的那种深层的地质时间来说，这半个世纪真的就只是一瞬间。人类留下的痕迹终究会被更巨大、更原始的力量给覆盖过去。好，当队员们走到了废弃铁道的尽头，他们也抵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捩点。从这里开始，他们就要正式离开相对稳定的区域，准备进入那个活跃的、正在变动的崩塌核心区。在这里，所有的规则都将改变。而且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突然的。前一刻你还走在茂密的森林里，但下一步眼前就豁然开朗，变成一片开阔、寸草不生的不稳定地形。这就像一道看不见的界限，它很残酷的直接区隔了稳定与崩坏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因为进入核心区的过程本身就揭示了这场崩塌的规模有多惊人。这不是一个你可以慢慢走下去的平缓斜坡，而是一场垂直的挑战。队员们必须利用专业的绳索技术，从将近7、8层楼高的峭壁上垂降下去，直接降落到山崩的核心地带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这场崩塌的威力是直接削出了一道巨大的断崖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座山的根本弱点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所有的线索都写在那些石头里。在我们分析细节之前，我们先来建立一个尺度概念。这次的总崩塌面积超过500公顷，500公顷是什么概念？大概就是20座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，代表着一整片巨大的山体发生了结构性的破坏。重点来了，造成这场灾难的地质主角是一种叫做片岩的岩石。片岩的特性是什么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超级厚重的书，它是由千千万万张薄如纸的层次叠加而成。这种一层一层的结构天生就存在着弱点，非常容易沿着这些层里剥离滑动，体质本身就不好。探勘队在上场的观察，更进一步揭示了山体内部的结构冲突。这座山主要就是由2种特别脆弱的片岩——绿泥石片岩和云母片岩所构成的。它们质地很软，很容易碎裂。但同时，山体中又夹杂着相对坚硬的大理岩。你可以想象，当那些比较软的片岩不断风化滑落时，那些坚硬的大理岩块就这样突兀地暴露出来。这就等于是告诉我们，这座山脉先天体质就不良，结构上就有缺陷。所以整个崩塌的逻辑就很清楚了，这绝对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，它是一场完美风暴，结合了3个致命要素。第一，就是我们先天脆弱的片岩体质；第二，
山体内部早就存在很多深层的裂缝，这在地质学上叫破碎带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座山的旧伤。那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催化剂，就是无孔不入的地下水。我们继续聊下去。如果说脆弱的片岩是预先铺好的火药，那究竟是什么点燃了这一切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水。水将一座脆弱的山变成了一场流动的灾难。探勘队的现场观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。他们脚下踩的那些崩积物，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干巴巴的石头堆，那是一团饱和了水分、呈现半流体状态的物质。它更像一条移动速度极其缓慢的土石河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。队员甚至说，他一脚踩下去，半个人就陷进去了，这就证明了里面的含水量有多高。而水的证据可以说是凿凿。队员在岩壁上亲眼看到水不断地渗出来。更惊人的是，他们在不同岩层的交界处发现了非常清晰的红褐色线条。这是什么？这就像金属生锈一样，是岩石里的铁质矿物氧化后留下的痕迹。这条生锈线精准地标示出了地下水长年累月流动的路径。正是这些水像一把小刀一样，一点一点地切断了山脉的筋骨。他们甚至找到一处宽约10公分的破碎带，里面的岩石竟然用手就能轻易捏碎，可见它被水侵蚀的有多严重。好的，这趟探勘最深刻也最令人震撼的发现，其实不是关于过去，而是关于现在。这片地景正以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在剧烈改变。这可以说是整个分析的核心重点，也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。探勘队的领队在2个月前才来过同一个地点，当时崩积物的堆积高度还比较低，远方那道零线也还很完整。但是这次重返，他发现一切都变了，崩积物明显增高了，这代表有更多的山体滑落下来。而远方那道曾经很尖锐的零线垮了，就这样消失了。更夸张的是，原本可以步行的斜坡，现在变成了好几道新的瀑布，完全无法通行。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这代表马太安溪的山崩事件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过去式，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。这片山谷正在我们眼前，以极时的速度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样貌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马太安溪的崩塌地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：我们脚下所站立的大地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。它是一个充满巨大能量的动态系统，而且它是在一个完全超越我们人类生命经验的时间尺度上运作着。我们以为的永恒，对地球来说，可能真的只是一次呼吸而已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马太安溪的大规模崩塌，源于其脆弱的片岩地质，加上破碎带的先天结构弱点，而地下水则扮演了关键的润滑剂角色，最终触发了这场灾害。最令人警醒的是，这场地质活动正以极快的速度持续进行，在短短2个月内就造成了地貌的巨变，挑战了我们对稳定土地的传统认知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